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14号。昨天比特币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利空，价格却是收了一根十字星插针的 K 线，下方又是带大量。那目前这一根 K 线短线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的现象，或者是这一个利空币安的稳定币现在是被停止发行，或者是有没有可能 SEC 会起诉那一个发行公司？我的观点是，最近我们不要去管利空，有可能今天晚上也不排除会出利空，也都有可能。CPI 在亚太时间14号晚上9点半的时候是要公布，之前已经跟大家预期了。你为什么利空不在高档的位置出？现在是主力已经刻意在这个矩形把散户给骗了进去，就类似之前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是跟大家讲，主力就是在这个位置骗散户，只加息50个基点。那这个矩形只加息25个基点，在这个位置把散户骗进去。现在是空间跌回来的话，又在传一些利空的消息，在骗散户杀。昨天这个量，我估计就是有人在这个位置傻傻的把筹码给杀出去啊。那等下来跟大家探讨，有可能整理到位，它不排除盘中会不会跌到我跟大家讲的黄金比例 0.38 也是在这个区间啊。你尽量还是以做多为主。等下来跟大家讲有哪一些好的现象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昨天这一根 K 线收了十字星，当然利空黑天鹅事件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是有看到消息，监管机构是命令加密货币公司 Paxos 停止发行币安的稳定币。消息是满天飞，为什么让大家不要去管最近的一个利空？一点是我们尽量看空间。你在空间高档的位置为什么不出利空？现在是压了回来，来这个位置出利空。包括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 CPI 也是会出利空？我也是跟大家讲了几天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去留意一下这一个美国的 CPI 预测的一个值是在 6.2， 那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会不会来一个利空不及 6.2 的预期？当然利多跟利空我的观点是不用去管，最好是它能给我来一个利空，因为它是在空间的低档位置，主力已经是提前在这个位置杀出空间了。万一是再来一个利空，那我们就要思考，为什么你在高档的位置不放利空，在低档的位置现在杀下来的时候来放利空？高档的位置都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，出利好跟利空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空间，空间高位的位置利好不一定是利好，空间高位的位置利好不一定是利好，加息50个基点不是利好，加息25个基点也不是利好。现在杀回来的话，最好是利空越多越好。昨天已经是体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利空，也有传闻说币安的那个稳定币是没有一些实物或者是资产在质押的。到底这个消息可信可不信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要怎么查。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，我们尽量看空间。昨天已经是反映的很明显，就是一根十字星，而且带大量。那现在短线的一些走势，我想跟大家讲，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。如果这一波牛市，我们参考历史上的牛市，就这一波牛市它现在压回来，参考历史上，比如说20年疫情当时底部起来的时候，它牛市的一个行情，黄金比例压回来的位置也是接近这个 0.32 的位置。目前有可能整波的走势就类似这种压回，它都是在区间震荡，这边是整理了70天，后面再上去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矩形破位，再画了一个矩形，所以目前的位置也不排除可能是类似这种70天的震荡，或者是类似这种拉上去以后这边整理一个矩形，这一次破位就类似这一个双矩形的一个结构，破位下去再画了一个矩形，最强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也类似这一个区间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几天下来还是很在这个区间，就是因为它的黄金比例 0.38 也是很强的一个支撑区。那还有前2天跟大家讲日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区，我们拉一条直线过去观察，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位置不是有一个三重底的一个结构嘛，就是这边有一个三重底的结构，它这两个高点收盘跟开盘重叠的区间，不要看上影线，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支撑区，而且横过去也是这一个 N 型收盘跟开盘的这个支撑区，也就是 FTX 交易所当时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压力区，目前是在守这个区间
你如果真的底部 15K、16K 没有听我建议，还要买的话，我的观点是压回来都可以买啊。前面在高档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，你看到一根大量，它价格是没有收涨的，那这种就是在高档的位置的一根 K 线的败象，当天就转折。现在短线来了一根十字星，它是放量，价格却不跌哦，那有可能就是跟这一根是在呼应哦。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昨天放量在4个小时里面，是什么情况啊？很明显的观察，这根是有量的哦，上档是有量，然后这一根大量的位置，开盘价附近有一点接近要全部吃掉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大约是在这个位置，就差了那么几十美金，可能就全部吃掉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更明显的1个小时最大的一根空方的量，下跌的量是不是在这一个？就是这一根最大的量啊。现在价格已经过了，所以短线价格既然能拉到这一个上方，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就是有人被洗出去了。但是能不能马上涨，我的观点有可能还是在震荡。你如果还有资金还要再做的话，今天晚上观察一下 CPI 到底是利空吗？最好是来一个利空，如果下去再插着。目前的4个小时，我们尽量要操作的情况下，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，上轨是压力，下轨是支撑。你要买的话，4个小时出下轨的位置做多，出下轨的位置做多。当然，现在中轨也谈不上一个支撑跟压力啊，它目前是走平的，或者是你中轨可以平一部分，上轨要全部平，这只是针对短线的一个操作。最近就上下轨来观察，它有可能是区间震荡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昨天的一个走势啊，昨天是又收了一根十字星，类似前一天的这一根 K 线，盘中已经连续2天感觉是有资金在异动，到底主力要不要决心拉上去？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些套牢的筹码，目前这个位置需要继续洗到位以后，也不排除什么时候拉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。其实有一些好的现象，从4个小时来看，明显涨的时候是有量，涨的时候有量，然后这一根下跌的时候是有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，其实是在这一根量是最大的，今天早上已经是过了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昨天在看那个币安稳定币利空的一些人，估计在这个位置杀的话，筹码已经是交给主力了。但是短线能不能涨，也跟比特币一样，就是有可能目前还是在区间震荡。至于整个大长线，我昨天是给大家判断，有可能目前狗狗币的主力，他的心思是非常的坏哦，就类似上一次马斯克要收购推特，后面是又说不收购，这一波有消息有利好消息的时候涨了一波，不收购的时候又跌下来，然后后面真正收购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位置是在区间震荡，最终是上去。这一波就类似前面的这个位置，昨天跟大家讲，因为前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有看到新闻，推特是在申请加密货币支付的牌照，那不排除这一次压回来跟这一次压回来，主力就是在动歪心思，利用最近的一些利空的消息提前给它压回来，然后在这个低档的位置不排除有可能会出更多的利空，甚至今天晚上美国的 CPI。 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，你如果要买的话，这个位置可以买，或者是担心的话，你在下方真的再下去有资金，我的观点是也要留一点继续买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，昨天是破了一次1500啊，当然目前还是在区间震荡。4个小时里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最近可能要考虑的，我还是选择这个狗狗币。以太坊的短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操作，有的话都是它长线的仓位。当然，短线的朋友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这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是有量啊，可以明显观察一下。这一根大量的高点目前是还没有过。那现在好的一点是，日线它是破了这个矩形，但是又收上来，也是在插针，也不排除有可能目前还是在这整个大箱体里面来震荡。反正有低点的话，我的观点也是一样。我们尽量，如果还有资金的朋友，你就以做多为主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